各位阿公阿嬷，你们是不是都觉得古代的皇后娘娘日子最风光，穿金戴银，山珍海味，几百个太监伺候，每天像仙女一样快活？但是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一个惊到牙齿都掉下来的历史事实。三国那个杀得人脑袋乱滚的乱世里，有一位全天下公认最漂亮最有才华的绝世美女，她最后名义上当上了皇后，可是她的下场竟然是被那个当了皇帝的亲夫下令毒死。更惨的是断气以后，嘴里被硬生生塞满平时喂猪吃的粗米壳，一头漂亮的黑头发被弄得乱七八糟，死死盖住整张脸。走的时候连一点做人的尊严都没有。在开始讲这个让人心酸的故事以前，请各位长辈先动动手指头，在影片下面点一下红色订阅按钮，顺便在留言区打上平平安安4个字，再给这支影片点一个大大的赞。你们每一次按下去的订阅和点赞，都是我每天晚上下班以后忍着腰酸背痛，熬夜翻这些厚厚的历史资料，给大家做影片的最大动力。点完订阅以后发出来的历史故事和人生感悟，你都能第一时间在手机上看到。我知道很多老朋友总留言说我说话太啰嗦，但是今天还是要用最实在的大白话陪着大家慢慢聊。因为这个故事里面的人性实在太复杂，太可怕，值得我们泡一杯热茶，静下心来好好听一听。故事的女主角在历史上非常有名，为了方便大家听懂，咱们就叫她甄夫人。甄夫人出生在差不多2000年前一个非常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他们家在当时的河北省可以说是寒水解冻的超级大富翁，祖祖辈辈都在朝廷里当大官。甄夫人刚出生没几年，父亲就因为生重病过世了，家里只剩下母亲带着一群小孩和庞大的家产过日子。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当时非常出名专门帮人看面相算命的先生。这个算命先生在他们家看了一圈，当他走到还在学走路的甄夫人面前时，整个人愣住了，看了很久，然后用非常严肃的语气对母亲说，这个小女孩以后的命非常非常好，会大富大贵到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地步。各位长辈，如果是你们带孙女去算命，听到算命先生这么说，肯定高兴得不得了，觉得孙女儿以后一定会嫁给好人家，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但是在古代那种每天都在为了抢地盘而打仗杀人的乱世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女人被人家到处传言说会大富大贵到极点。这句话其实是一道非常可怕的催命符，因为在那个一切都是男人说了算的社会里面，女人要达到最高级的大富大贵，唯一的办法就是嫁给皇帝当皇后。可是全天下皇帝只有一个，你要当上皇后，就代表着你一定会卷入最可怕最黑暗的政治斗争里面，甚至要踩着无数人的尸体才能爬上去。这句算命先生的好话，其实也就是甄夫人这一辈子悲惨命运的开始。甄夫人从小就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她非常聪明，而且非常喜欢读书。9岁的时候，家里别的千金小姐都在房间里互相比较，谁的衣服是用好丝绸做的，谁的头面首饰比较贵重，大家每天都在讨论以后要嫁给哪个有钱的公子哥。但是甄夫人却对这些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她总是一个人静静地躲在书房里面，搬着梯子去拿那些厚厚的历史书来看，手沾满了黑色墨水，衣服也弄得到处是灰尘。他哥哥看到了还一直笑他，女孩子家学好怎么做衣服，煮饭就好了，读那么多书干什么？难道以后还要去考状元当大官吗？甄夫人却很认真地反驳他哥哥，
古代那些聪明的女人都是通过读书来明白做人的道理，去了解以前的人是怎么失败的。如果不读书，怎么知道以后遇到危险的时候要怎么保护自己和家人？各位长辈，你们仔细听听看，一个才9岁的小女孩就能说出这么成熟、有道理的话，代表她从小就是一个脑筋非常清楚、非常懂得思考的人。她不想只当一个漂漂亮亮的花瓶，她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很可惜，在那个年代，女人太聪明往往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会让她以后看事情看得太清楚，反而会觉得更痛苦。后来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到处都是拿刀拿枪的军队在打仗，老百姓的农田都被踩坏了，连一口安稳饭都吃不上，每天都有无数的穷人饿死在路边的草丛里，因为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甚至还发生了人吃人的可怕惨剧。甄夫人家里因为很有钱，仓库里面早就存了像山一样高的白米和麦子。他们家里那些贪心的长辈本来想趁着外面闹严重的饥荒，把这些救命的粮食拿出去卖非常高的价钱，想要趁机大发一笔战争财。这个时候，年纪还很小的甄夫人勇敢地站出来劝她的母亲。现在外面那些逃难的人都饿得眼睛发绿了，如果我们家还把这么多粮食藏起来不肯救人，甚至还想拿去发财，那些饿疯了的老百姓为了活命一定会冲进我们家，打破大门进来抢劫。到时候我们家失去的就不只是粮食了，可能连全家几十口人的性命都要赔进去。他建议母亲赶紧把家里多余的粮食拿出来，免费分给附近的亲戚和那些快要饿死的穷苦乡亲，大家一起互相帮忙度过这个难关。母亲听了觉得非常有道理，马上就叫下人开仓把粮食发出去。这个聪明又善良的决定帮他们家买到了人心，让他们家在那场可怕的饥荒和暴乱里面平平安安地活了下来，没有被外面的难民攻击。甄夫人用她的聪明才智，在年轻的时候救了全家人的命。甄夫人慢慢长大以后，长得非常非常漂亮，她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北方。当时北方势力最大、军队最多的一个大老板叫做袁绍。袁绍听说了甄夫人的美貌和聪明，就派人带着很多礼物来提亲，把她娶回去给自己的二儿子当正房老婆。甄夫人带着自己心爱的书本坐上了花轿，她本来以为嫁给这么有势力的大户人家以后，就可以安安稳稳地相夫教子，平平静静地过完这一辈子了。可是历史的走向往往是最捉弄人的，好景根本不长。几年之后，那个非常有名的三国大人物曹操带着他非常强悍的军队，把袁绍的地盘全部给打下来了。当曹操的军队攻破城门的那一天，外面到处都是士兵在杀人放火抢东西，整个城市乱成一团，到处都是哭喊声。甄夫人的丈夫当时在很远的地方当官，根本不在她身边。甄夫人和她的婆婆两个软弱的女人，吓得躲在袁家大房子最深处的一个小房间的角落里，紧紧抱在一起，全身都在发抖。按照当时的规矩，打败仗那边的女人最后不是被乱刀砍死，就是被当成战利品抓回去当奴隶。就在他们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房间那扇厚厚的木门砰的一声被猛烈踢开了，走进来一个穿着沾满别人鲜血的铁甲，手里提着长剑，年纪只有18岁的年轻将军。这个年轻人眼睛里都是杀气，他就是曹操的大儿子曹丕。曹丕一眼就看到了躲在角落里发抖的两个女人。甄夫人的婆婆为了保护媳妇儿，
故意把甄夫人的头按在自己的大腿上，让甄夫人的脸沾满灰尘和眼泪，希望不要引起士兵的注意。但是曹丕慢慢地走过去，他没有举起手里的剑砍人，而是弯下腰做了一个非常霸道的动作。他用自己衣服的袖子轻轻地把甄夫人脸上的灰尘和眼泪一点一点擦掉。当那张倾国倾城的脸庞露出来的时候，曹丕整个人都看呆了，他心里的杀气马上就不见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觉得这个女人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仙女。他当时就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把这个全天下最漂亮的女人抢回家当老婆。各位长辈，这绝对不是什么浪漫的缘分。在那种血流成河的残酷战场上，曹丕擦脸的动作就像是一个猎人在擦拭自己刚刚抢到手的一件最贵重的宝物。从那一秒钟开始，甄夫人就不再是一个自由的人了，她变成了曹家打胜仗的最高级战利品，只能乖乖地任人摆布。甄夫人就这样被带进了曹家的大门，成为了曹丕的妻子。表面上看起来，曹丕非常宠爱她，没过多久，他就生下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就是后来的小皇帝曹睿。大家都觉得他因祸得福，以后的日子一定会非常好过。但是其实，在曹家那座深深的庭院里面，甄夫人的日子过得非常辛苦，非常压抑，每天都像是在走细细的钢丝一样。曹操其实以前也是听说过甄夫人的美貌的，心里也有一点想法，只是被大儿子抢先了一步，这让父子之间有点尴尬。而且曹丕还有一个非常有才华、很会写诗的弟弟，叫做曹植。曹植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他非常欣赏甄夫人的才华，觉得只有甄夫人能听懂他写的那些诗句。甄夫人夹在这些有权有势、脾气又很古怪的曹家父子兄弟中间，处境非常非常危险。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是打败仗那边的女人，还是一个结过婚的女人，身份本来就低人一等。如果在曹家稍微表现出一点点不高兴，或者是惹人闲话，随时都有可能被人家找借口杀掉。所以他在曹家表现得非常非常完美，简直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缺点的圣人。他对曹操的妻子，也就是自己的新婆婆，非常孝顺。有一次婆婆生病留在外地，甄夫人在家里急得每天哭红了眼睛，天天派人去打听消息，听到婆婆病情好转了，才破涕为笑。他对曹丕身边的其他小老婆也非常客气，从来不摆大老婆的架子。他甚至还常常劝曹丕要多去别的小老婆房间里休息，多生几个小孩来扩大曹家的血脉。如果有哪个小老婆生病了没人理，甄夫人还会亲自跑过去端茶倒水，像亲姐姐一样照顾人家。各位长辈，你们用常理去想一想，天下哪有正常的女人会真心希望自己的老公每天去抱别的年轻女人？她这么做完全是因为心里的极度恐惧和没有安全感。她知道曹丕的爱是靠不住的，男人随时都会变心，她只有把自己装成一个最完美的古代好媳妇儿，不能有任何一点脾气，不能有任何一点吃醋的表现，用最好的道德标准来包装自己，才能在曹家那个随时会吃人的大染缸里面勉强活下去。他把自己原本那个聪明勇敢的个性全部掐死，把所有的真实感情和委屈全部都死死地压抑在心底的最深处。时间是最无情的，它不仅会让人变老，还会把男人的心给带走。慢慢的，曹操年纪大了，曹丕和他的弟弟曹植为了争夺以后接班人的大位，两个人斗得非常厉害，可以说是你死我活。这个时候，
甄夫人的年纪也慢慢过了30岁，不再像当初刚进门时那么年轻漂亮了。在皇宫或者大官的家里，女人的美貌是最不值钱的，因为每年都有无数更年轻更水灵的女孩子被送进来。这时候曹丕的身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厉害非常懂得心机的女人，历史上叫她郭女士。这个郭女士不但长得很漂亮，而且最厉害的是她非常有政治头脑，心机非常深，胆子也很大。当曹丕为了争夺继承人的位子，每天烦恼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的时候，甄夫人因为是一个很传统的女人，她可能只会去厨房端一碗热腾腾的人参汤过去，劝曹丕要早点休息，要注意身体，不要太操劳。但是那个郭女士完全不一样，她会拉着椅子坐在曹丕旁边，帮曹丕出主意。她会帮曹丕分析朝廷里面哪个官员可以拉拢，要怎么设计圈套去陷害弟弟曹植，要用什么话去讨老父亲曹操的欢心。对于当时满脑子只想当大老板，想要掌握最高权力的曹丕来说，甄夫人就像是一个摆在家里好看但慢慢褪色的花瓶，虽然有感情，但是帮不上什么大忙。而那个郭女士就是一把锋利的刀，是一个可以在政治上帮她冲锋陷阵的战友。在这个讲究权力和利益的残酷世界里，会出主意。能帮忙打天下的女人，当然比只会端热汤的女人更受男人的重视。所以曹丕越来越喜欢去找郭女士商量事情，对甄夫人就越来越冷淡，甚至好几个月都不去看她一眼。后来曹操终于生重病过世了，曹丕顺利接了班，打败了所有的兄弟，他甚至还逼着当时的汉朝小皇帝把位子让给他，自己当了曹魏的开国大皇帝。曹丕当了皇帝之后，就把国家的政治中心搬到了非常繁华热闹的洛阳城。他带着文武百官，带着他的军队，带着他最喜欢最依赖的郭女士，浩浩荡荡地坐着大马车去洛阳享福，去接受全天下人的跪拜了。但是他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非常残忍非常心寒的决定，他把陪伴了他10几年的结发妻子甄夫人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原来的旧都城邺城里面，根本不让她跟着去洛阳当皇后。各位长辈，这在古代就等于是皇帝把甄夫人彻底打入冷宫了。这是一种非常明白的政治流放和极大的个人羞辱。甄夫人一个人被丢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身边只有几个老太监和宫女。她每天晚上看着天上冷冰冰的月亮，想起自己以前年轻时候的风光，再看看现在被抛弃的下场，心里非常凄凉，也非常委屈。因为她从小就读了很多书，是一个很会写诗写文章的才女，所以她就在深夜里一边流眼泪，一边写下了一首非常出名也非常悲伤的诗，叫做《堂上行》。她在这首诗里面用了非常优美的句子，表达了自己像水里的浮草一样可怜，同时也在诗里面暗暗地抱怨曹丕听信别人的坏话，抛弃了当初的夫妻感情。他写完这首诗之后，就派人千里迢迢地送去洛阳给曹丕看，希望曹丕看了之后能念在旧情，把他接过去团聚。如果甄夫人只是像一般没有读书的村妇那样在家里大哭大闹，或者是坐在地上骂人，曹丕听到报告可能也就只是觉得烦躁，懒得理他就算了。但是甄夫人错就错在她太有才华了，她写的是一首文笔极好，只要识字的人看了都会感动的诗。曹丕自己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大文人，他太清楚文字的力量有多大了。当他坐在洛阳的龙椅上看到这首诗的时候，他不但没有觉得半点感动，反而觉得背脊发凉，非常害怕，而且非常生气。因为他心里很清楚，
如果这首诗不小心流传到外面去，被全天下的读书人看到了，大家都会同情可怜的甄夫人，然后觉得他曹丕是一个抛弃同甘共苦老婆的冷血负心汉。这对于他这个刚刚靠着逼迫别人退位才当上皇帝，非常需要老百姓和读书人支持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名誉破坏。甄夫人原本以为自己写的是一封求取安慰，希望挽回老公心的情书，但是在多疑的曹丕眼里，这却是一封会毁掉他名声的挑战书。加上那个心机很重的郭女士，因为害怕甄夫人以后会威胁到她当皇后的位子，所以经常趁着曹丕高兴的时候，在旁边不断的煽风点火，说甄夫人每天都在旧都城里面用恶毒的话咒骂皇帝。这种枕边风吹久了，曹丕心里的杀机就慢慢浮现出来了。也就是因为这首诗加上郭女士的坏话，曹丕最后做出了一个极其狠毒、一点夫妻情分都不留的决定。在公元221年的夏天，曹丕连见都不想再见甄夫人一面，直接派了一个使者带着一道冷冰冰的圣旨和一瓶毒药去邺城赐死甄夫人。当甄夫人跪在地上接旨，看到使者端着毒药来的时候，她其实一点都没有觉得意外。作为一个从小就读了很多历史书的聪明女人，她早就看透了古代皇宫里面的残酷。她早就料到自己这个前朝的媳妇儿一旦失去了皇帝的宠爱，迟早会有这么悲惨的一天。她没有像戏班子里面演的那样大喊大叫，也没有跪在地上求使者放她一条生路。她只是非常平静地整理好自己的衣服，端起那碗毒药一口气喝了下去。但是这个故事最让人觉得全身发毛、最不寒而栗的事情发生在他断气倒在地上之后。曹丕派去的太监按照曹丕从洛阳下达的最绝情、最可怕的秘密命令，他们走过去粗暴地把甄夫人平时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全部扯乱，把长长的黑发披散下来，死死地盖住那张曾经让曹丕惊为天人的漂亮脸庞。然后他们又拿了一大把平时在乡下用来喂猪吃的粗米壳，硬生生地掰开甄夫人的嘴巴，把那些粗糙刺人的米壳全部塞进她的嘴里，把她的喉咙全部塞满，塞到她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为止。史书上那些写历史的官员后来只用了短短的几个字来记录这件事情，说是因为甄夫人死前有怨言，所以才受到这样的惩罚了。但是各位长辈，这几个字背后其实反映了当皇帝的曹丕心里极度的恐惧和心虚。在古代人的传统观念里面，人死后灵魂是要去地府见祖宗，甚至要去阎罗王那里报道的。曹丕下令把他的头发盖住脸，就是不让他在黄泉路上有脸去见曹家的历代祖先。也是因为曹丕心里害怕，不想让甄夫人的鬼魂看到是谁害死他的。把平时喂牲口的粗米壳塞满他的嘴巴，就是对他进行最严重的侮辱，让他就算到了阎罗王面前也开不了口说话，没有办法告曹丕的黑状。这种极其恶毒、极其肮脏的下葬方式，不仅是对甄夫人肉体的严厉虐待，更是要让她的灵魂永远受到折磨，不能翻身。这是一种因为极度心虚而产生的报复。这也向我们证明了，像曹丕这样在政治上打滚的男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利和不被别人指指点点的名声，可以变得多么的冷血，做出多么丧尽天良的事情。连曾经同床共枕的结发妻子都可以这样残忍对待。在这个充满算计和血腥的悲惨故事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可怜、非常无辜的受害者，那就是甄夫人的亲生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小皇帝曹睿。
当时甄夫人在邺城被害死的时候，曹睿还只是一个10几岁的年轻小伙子，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母亲是怎么死的。他甚至可能亲眼看到，或者是从老太监的嘴里听到了自己最爱的母亲死的时候是被头发盖住脸，嘴巴里塞满猪饲料这种屈辱的画面。这对一个正在成长的年轻人的心理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巨大创伤。那个原本应该开开心心长大的少年，在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天，心就已经彻底死掉了。曹睿是个非常能忍耐的人，他为了在皇宫里活下去，为了以后能顺利接班当上皇帝替母亲报仇，他把所有的仇恨都死死地咬在牙齿缝里。他每天都要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对曹丕非常恭敬。后来曹丕甚至逼着他去认那个害死自己母亲的郭女士当干妈，曹睿竟然也忍下来了。他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准时去给这个杀母仇人磕头请安，装出一副非常孝顺非常听话的样子，连一点怨恨的眼神都不敢露出来。各位长辈，你们用心想象一下，对于一个知道真相的儿子来说，这种每天叫仇人妈妈的日子有多么的煎熬，有多么的扭曲。就这样过了5年，曹丕生了重病过世了。很巧的是，曹丕死的时候刚好40岁，跟当年甄夫人被毒死的时候一模一样。很多人在私底下都觉得这绝对是一种冥冥之中的报应。曹丕死后，隐忍了很久的曹睿终于顺利当上了曹魏的新皇帝。他当上皇帝之后，第一件事情并不是马上去对付外面的敌人，而是去查清楚当年自己母亲死亡的每一个细节。当他大权在握的时候，他终于不用再忍耐了，他直接派人包围了那个郭太后的房间，逼着郭太后自杀谢罪。等到郭太后断气倒在地上的时候，曹睿心里的恨意还是没有消除。他下达了一道让人听了直冒冷汗的圣旨，他要求下面的人用当年对待他母亲一模一样的方法来处理郭太后的尸体。他让人把郭太后的头发弄乱，死死盖住脸，也让人拿来平时喂猪的粗米壳，硬生生地塞满了郭太后的嘴巴。这在历史上就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曹睿用这种暴力的残忍方式，替在地下受委屈的母亲报了仇，完成了一个因果循环的闭环。但是这不仅没有让他得到解脱，反而让他的心理变得更加奇怪，更加生病。他后来当皇帝的时候，虽然国家治理的还不错，但是他的脾气变得阴晴不定，经常随便杀人。他还特别喜欢在后宫里穿女人的衣服走来走去，盖很多非常浪费钱的华丽宫殿。这一切疯狂的行为，其实都是因为年轻时候失去母亲受的刺激太大了，他的灵魂早就已经生病了。在这个黑暗又让人觉得喘不过气的宫廷悲剧里面，还有一抹非常浪漫但也非常悲凉的色彩，那就是曹丕的亲弟弟，那个非常有才华的才子曹植。曹植一直非常欣赏，甚至在心里偷偷爱慕着甄夫人的才华。在甄夫人死后没多久，曹植因为一点小事去京城朝见当皇帝的哥哥曹丕。曹丕不知道是出于胜利者的故意炫耀，还是因为心里确实有一点点对甄夫人的愧疚，就把甄夫人以前生前用过的一个金玉做成的枕头送给了失魂落魄的曹植。曹植双手紧紧抱着这个带着甄夫人气息的枕头，在回去自己封地的路上，经过了一条叫做洛水的大河。那天傍晚，太阳快要下山了，橘红色的阳光照在水面上，金光闪闪，旁边长满了随风摇晃的芦苇。曹植让马车停下来，他一个人站在河边，看着流动的河水，
想起了那个聪明漂亮却死得那么凄惨的嫂嫂，想起了以前大家一起写诗谈天的日子，心里非常难过，非常酸楚。于是他在洛水河边提笔写下了一篇流传千古、文笔美到极点的伟大文章。这篇文章后来被大家叫做《洛神赋》。在这篇文章里面，曹植没有去写甄夫人死的时候有多么可怜，也没有去写曹丕有多么残忍。他用最漂亮的文字把甄夫人写成了一个从洛水里面走出来的美丽神仙。他形容她走路的时候轻飘飘的，像受惊的小鸟一样灵动，身材像水里游动的龙一样优美。曹丕用皇帝那至高无上的可怕权力，把甄夫人变成了一具塞满猪饲料、没有脸见人的恐怖尸体，想要把它从历史的记录上永远抹掉。但是曹植却用他那支写文章的毛笔，把甄夫人变成了一尊永远美丽、永远不会在老百姓心里死去的洛水女神。几千年过去了，我们现在根本不记得曹丕当皇帝的时候做过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也不记得那个心机很重的郭女士到底长什么样子。但是只要一提到洛神，大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那个漂漂亮亮、非常有才华的甄夫人。这也是历史长河给我们开的一个最大的玩笑。权力虽然可以轻易地杀人，但是真正能打败世间、永远流传下去的，往往是那些像诗歌和美丽一样柔软的东西。今天晚上讲到这里，想跟各位阿公阿嬷、各位长辈聊几句发自内心的话。我们在社会上打拼了大半辈子，看了太多人情冷暖，也看过太多为了钱、为了房子互相伤害，甚至对簿公堂的事情。我们今天看这个1000多年前的古代悲剧，听起来好像离我们很远，但其实里面的人性一点儿都没有变，看了心里其实都有很深的感触。在那个权力代表一切的古代，一个人如果长得太漂亮，或者是头脑太聪明，如果不懂得保护自己、隐藏自己，往往就变成了引来杀身之祸的催命符。甄夫人一生都想做一个守规矩的好女人，她处处忍让，处处替别人着想，想要在那个吃人的大院子里求一个平安。但是她猜不透人心的险恶，她不知道权力的诱惑会让男人变得多么冷血，最后她还是逃不过命运的捉弄，成了一个无辜的牺牲品。我们现在生活在和平的现代社会，不用担心皇帝会随时下一道圣旨来杀我们。但是我们也要从这个悲惨的故事里面明白一个生活的道理。在家里跟儿女相处，在外面跟朋友交往，凡事都要想得开一点，不要去强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为了面子，不要为了一点点的财产去跟人家斗个你死我活，气坏了自己的身体。你看古代那些高高在上的皇帝和每天算计的贵妃，斗了一辈子赢了天下，最后还不是一样躺在地下变成了一堆长满杂草的黄土。只要我们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心里坦坦荡荡的，没有做亏心事，身体健健康康的，能吃能走，有空的时候去公园找老朋友聊聊天，或者是拿着手机看看我讲的这些历史故事，这就是我们人生走到这个阶段最大的福气了。我们千万不要去羡慕别人家里开进口大车，住好几层的大房子，不要因为这样就觉得自己过得很差，因为那大房子的背后，那光鲜亮丽的表面下，可能也有我们看不见的眼泪和每天算计来算计去的辛酸。平平安安，简简单单，不欠别人人情，才是最长久、最实在的幸福。历史的烟尘已经慢慢落下，
我们今天晚上一起拨开了皇宫里面那层华丽却又恐怖的面纱，看到了那个真实的会痛会流泪，在深夜里写诗也会感到绝望的甄夫人。希望我们都能在这个有各种诱惑的复杂社会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平静和智慧。今天夜读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耐心陪伴。如果觉得今天讲的这个故事还不错，觉得这些大白话听了心里觉得舒坦，别忘了用手指头帮忙点订阅，点个赞，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的老朋友和家里的晚辈们，让大家也听听这个真实的故事。我们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再见，祝大家都有个好梦，晚安。